大熊猫萌兰究竟有多治愈？这天外场玻璃蒙了层水雾，影响观感。工作人员拿出工具将玻璃擦干净，萌兰看到立马掏出压箱底的擦玻璃技能，帮工作人员把另一面擦得干干净净，同时还跑来跑去跟游客们互动。就是说，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熊精？身为熊猫圈最有名的治愈系小熊，萌兰会在空间有限的场地内各种整活，甚至一个滑滑梯就能让它玩出不同花样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满满情绪价值。就算自己正在吃饭无法表演整活，萌儿也不会让辛苦排队的游客失望，举起熊掌歪着脑袋跟姨们 say hi， 优雅帅气的样子令姨们瞬间萌化少女心。果然没有人能抗拒萌兰的魅力。当看到麻雀在鬼鬼祟祟的偷吃窝头，萌兰会毫不犹豫的转头假装没看见，只为让这个小生命能安心填饱肚子。并且萌儿并不是单纯的养鸟，把它们喂饱后再尝尝鲜，而是把小鸟都当成了自己的朋友。有次乌鸦落在萌兰头顶上休息，小家伙生怕吓跑对方，一直安静趴着。想必这一刻乌鸦也能感受到萌兰的善意吧，之后才会留下这张治愈无数人的图片。而萌兰之所以有治愈人心的魔力，也许是她也从小被伙伴和饲养员治愈着。当萌儿独自一熊趴在角落 emo 时，司汤圆看到后跌跌撞撞的走过来，像个小大人似的把哥哥温柔搂在怀里，学着妈妈的样子用小手轻轻拍萌兰的背。温馨治愈的场景令无数猫粉直呼破防。有段时间萌兰的病情刚刚恢复，奶爸奶妈担心复发，便把她关在房间里休息。可萌儿却想和小伙伴们去外面玩耍，哼哼唧唧的央求饲养员给自己开门。还没等奶妈心软把熊舍大门打开，外场的伙伴们听到声音竟然都围了过来，放弃玩耍的机会回到内舍陪伴萌兰。果然任何生物之间都有美好温暖的友情。据说当年萌兰因骨髓炎吃不下竹笋，圆嘟嘟的脸蛋没几天就变成了尖下巴，照顾她的何奶爸心疼不已，请示领导给孩子换食物却没有得到批准，无奈只能偷偷给萌儿砍新鲜竹子吃。然而这件事被园区领导得知后，何奶爸不仅被通报批评，还被罚光奖金。但看着饱受病痛折磨的萌兰终于肯吃东西，何奶爸却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有这样一群伙伴和饲养员的暖心呵护，萌兰才能养成阳光开朗懂事的性格，用自己的力量去治愈更多两脚兽。最后希望萌儿熊生永远快乐喜乐无忧。美莎胜利了，会很开心，还是忍不住哭了。这一场胜利是所有人一起赢了的胜利。美香、天天、小奇迹终于回家了，凛冬至有子归。这天回家路，他们艰难地走了23年。最新消息，美香一家3口已于11月9日凌晨2点15分登机启程回国。整个行程长达19个小时，预计将在今天晚上9点落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。据悉，一家3口会入住卧龙神树坪大熊猫基地，这里是熊猫中心周边环境最好的基地，设施和医疗方面都是顶尖。目前美香的孩子泰山和宝宝也在卧龙生活。对于在外漂泊23载的游子来说，何尝不是最好的归宿？美香和天天也终于可以在家好好享福了。先前滑动开始对美香一家进行回笼训练时，美香和天天就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回家。夫妻俩毫不犹豫迈进熟悉又陌生的航空箱，空间虽狭小，却有着满满安全感和家的温暖。美香眼里也有了光，年龄大的她竟罕见爬上树表达内心喜悦。天天走出航空箱，脸上也写满了笑容。或许是担心回国之路会受阻，天天每天牢牢守在航空箱旁不愿离去，甚至多次爬到笼子上检查，确认无误后才肯放心下来，仿佛在说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快点出发吧。当初美香和天天来滑动还都只是2、3岁的宝宝，他们相依为命，彼此陪伴度过了整整23年。这对于大熊猫来说几乎是他们一生的时光。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，美香和天天唯一熟悉的只有彼此，两熊互相温暖，互相守护。虽不生活在一起，却好在只有一墙之隔。他们会经常聚在窗口前说悄悄话。后来20岁高龄的美香生下小奇迹，她还会带着幺儿跟天天见面，熟悉彼此。一家3口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熬过了1年又1年。对于这个长相酷似自己的幺儿小奇迹，美香几乎将此生所有的爱都灌注到他身上，因为害怕锋利的指甲会伤害刚出生不久的宝宝。美香每次舔舐小奇迹都是用掌心小心翼翼拖着。晚上睡觉时，熊舍突然出现只青蛙爬来爬去，美香生怕会伤害宝宝，便用身体牢牢护着小奇迹。看到青蛙一直没有离开，还在身边打着转，无奈的美香只能抱着小奇迹坐着睡觉。在美香妈妈的精心呵护下，小奇迹健康成长，也愈发懂事。美香很喜欢松树枝，但年纪大了爬不了树。刚8个月大的小奇迹勇敢爬上树摘下一朵，美香拿到手非常高兴，不断往身上蹭。可看到宝贝过来后，也会毫不犹豫放下，一把抱过小奇迹搂在怀里，爱不释手。一家3口浓烈的感情实在令人动容。好在他们回国后还会生活在一起，希望美香、天天未来的养老生活平安顺遂，小奇迹能快乐的度过成长时光。为什么都说无论是从哪只熊猫入的坑，最后都会爱上陈圆润女士？小时候的圆润像被皮崩过一样潦草，每天起早贪黑跟着奥利奥和淼淼挖煤创业。
哪怕困到睁不开眼，也要守在门口等谭爷爷加餐，真是只邋里邋遢又嘴馋的小家伙。作为顶级喜剧熊圆润还贡献了许多名场面。当小狗起身准备下床找小伙伴玩耍时，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大滩青团粑粑，圆润扶着墙壁伸出小脚丫，不断探寻落脚点，最终还是结结实实的踩在了青团上。此外，小圆润的睡眠质量让所有人羡慕，只要困了不管3七21倒头就睡，甚至邋遢小狗还会把青团当成枕头。有时睡梦中的圆润突然来感觉了，眼都没睁开就撅起尾巴努力造青团，结果导致无辜群众奥总遭殃。而这已经不是奥利珠第一次使到零头了。这天挖煤3巨头聚到一起商讨创业大计，可圆润突然起身爬到木桌边缘撅起屁股，随即嘘嘘和青团喷涌而出，落到奥利奥身旁。正在苦思熊生的奥总被熏得直接跑开，暗自吐槽怎么会有这么不讲究的小女熊。不过要是被小狗听到了，肯定会气呼呼表示，等我哥袁庚尧回来就把你们都杀了。当谭爷爷来钓猫，别的小熊都在吃美味果果，只有小狗呆呆的东张西望寻找自己的食物，小脑袋瓜里藏着大大的疑惑，到底是谁偷走了我的果果？不过有时小狗还是有点机智在身上。幼儿园的小朋友几乎都喜欢占领小树最高处，但并非所有熊都能成功。这位就是有勇无谋，而聪明的小狗却懂得用计谋智取。只见他先紧紧抱着小树不动弹，尽量把自己变得没有威胁性来松懈对方。对面的小熊果然上当，倒挂金钩试图推圆润下树，小狗紧抓机会往上爬的同时抠开对方的手。不得不说，圆润这小心机，铁定能在《甄嬛传》狗到大结局。此外，圆润还是只文艺浪漫的小熊，为了看烟花便躲在树上逃避饲养员收猫。在璀璨烟火的照映下，奶爸才发现小狗的身影。虽然圆润在幼儿园里性格算是比较温顺，然而如果遇到谭爷爷发食物时，圆润就会立马散发出一股天然的彪悍气质，一声招呼立马起身下肢力量惊人的稳健，并且倔强的小狗还非常护食，哪怕抢食的是块头较大的奥利奥哥哥，圆润也毫不畏惧冲上去就要拿回竹子。这不是普通食物，这是本小狗的尊严。如此可爱的小狗狗怎能不让姨姨们心软软？希望如今生了3胎的圆润和3狗幸福快乐，期待小狗一家和大家正式见面的那天。如果大熊猫没有热度，真的会被人遗忘吗？眼前这只滞留海外无法回国的大熊猫名叫圆圆，它是功勋大熊猫凉凉的儿子，也是顶流明星熊灵岩和福宝的亲爷爷。99年，圆圆出生于北京动物园，但与其他安定幸福生活的小熊不同，圆圆大半生都在颠沛流离的旅居中度过。当时年仅2岁的圆圆被送往俄罗斯出差，之后在莫斯科动物园的2年时光里，圆圆虽不适应陌生环境，但好在生活幸福，有爱的奶爸奶妈把她照顾得白白胖胖。结束旅居生活，圆圆也没有回到北部，而是来到了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。原来中心用大地和谷谷跟北洞的圆圆和莹莹进行了交换，目的是为了保障圈养大熊猫种群的健康发展。在中心的这段时间里，圆圆生育了众多子女，其中就包括旅韩大熊猫乐宝、银行家大公子普普和2小姐发发。但好景不长，4年后圆圆搬去避风峡基地暂居，2011年又来到出生地北京动物园短暂居住，直到2015年再次回到中心。本以为圆圆熊生颠沛流离的生活就此结束，然而命运之神却又给他开了个玩笑。起因是远在奥地利打工的大熊猫龙辉，在手术麻醉期间出现意外，不幸离世。由于中澳双方签署的协议并没有到期，奥地利要求中方再送去一只大熊猫。那时20岁高龄的圆圆本该安享晚年，没曾想却被中心坚持送去奥地利，与熊猫杨洋搭伙过日子。而按照协定，圆圆和杨洋本该在今年4月回国，可如今已经过去整整半年时间，却仍没有2只大熊猫要回国的消息，并且圆圆已经24岁，杨洋也有23岁，相当于人类90多岁的高龄，一生都在四处飘摇，却等不来回家的机票。难道没有热度的大熊猫就该被人遗忘吗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2只熊猫在奥地利生活得很好。园方对2只大熊猫的繁育始终坚持不干预、尊重自然天性的理念。当初杨洋生下龙凤胎福丰福半后，就是自己独自抚养的2只崽崽。园方还特地准备了模拟野外环境的树。在百天宴会上，园方也没有展出熊猫宝宝，而是贴心的放上投屏，并请来中国武士队庆祝。因为圆圆身体一直不好，吃东西也嚼不碎，奶妈就把剪碎的竹叶和精饲料煮粉混合在一起，捏成一团一团的丸子放盆里给她吃，并且园方从不过多消耗杨洋和圆圆。每天参观熊猫馆的游客都是限时限人数的，闲来无事，圆圆最喜欢躺在后花园晒太阳，浑身上下白白净净、肉乎乎的，这健康状况丝毫不逊色国内的老年熊。如今杨洋和圆圆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，大半辈子都在背井离乡颠沛流离，只希望2只大熊猫能早日落叶归根，回到祖国安稳度过剩下的时光。